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买了一款新的斜切锯，以及我对这款锯的第一印象。好了，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两款锯有什么相似之处。首先呢，这两款锯都是 Sliding Double Compound Miter Saw， 它们两个呢都是有这种向前推拉的这种功能。 然后可调的角度呢也差不多，这边呢是60，这边也是60度，这边呢是50多一点，这边是正好50度，左右各可以调到最高47度。所以从刚刚很快的比较来看呢，这两款锯是非常相似的。但是为什么最终我还是选择购买了这台 Festool Capex 呢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细节。几乎每一款斜切锯呢，都在非常常用的这些角度上有一些刻度或者是凹槽。 这种凹槽呢，就是可以让操作者很方便的把这个锯调到你所需要的这个角度里，22.5、31.6、45，像这样。但是我这台锯呢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？比方说我把它调到0度，在我没有锁到它的时候，它会有非常细小的这个晃动。 所以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到底现在是不是0度，也许呢是往这边推一下才算是0度，或许呢是这块是0度。这种细小的晃动呢，就会对我的精准度大打折扣。Festool Capex 这边也是有常用的可以锁住的角度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角度它不变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 竖着的角度的调节，这款锯的这种角度调节呢，就是靠用手推。打个比方来说，比如我需要调节到30度吧，好了，这样就是30度。但是如果我需要再稍微调节一点呢，比如说就差一点，我需要把它打下来，像这样进行微调。而这边的 Capex 呢，它调角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旋钮，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个角度调好。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斜切锯上看到过这种功能。这种角度调节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。所以单从精准度来看呢，这台 Festool Capex 已经比我这台 Rigid 要精准多了。好了，下面呢我会着重向大家介绍这台 Festool Capex 还有哪些非常酷的功能。 好了，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棍儿，这个小棍儿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它能够帮助你调节这个锯片到底能锯多深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小棍儿的这个位置呢，就说明这个锯呢是直接可以把材料锯断。但是呢，当我把这个小棍儿往前拨一下，到这个位置，现在这个锯呢就可以调节它的深度了。现在我往 顺时针转就可以把这个深度调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？就打个比方来说，你在给一块材料开槽，你不需要把这个材料完全的锯断，你就可以这样给这个材料开槽了。其实这个开槽的功能呢，在我的这个 Rigid 的锯上也有，是这个小金属片儿，然后呢是这个一个像螺丝的这个东西，来挡住这个金属片儿。但是这款锯的这个功能呢不太好用，是因为我一只手就可以把这个往下压，所以最终就导致呢，虽然我确实也设定了这个锯到底能切多深，这个误差还是蛮多的。 这个 Festool Capex 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的，就是它这个集成口。
这个集尘口呢是橡胶的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这个集尘口特别碍事儿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翻开，像这样。这个 Capex 后面呢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扳手，这个小扳手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这样就锁好了。现在这种状态呢，最适用于切天花板线。同样，在这台锯上呢，也有相似的功能。一样，这种呢就是为了切天花板线用的。但是就这台锯来说，如果它现在被锁住是这种天花板线的距离的话，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这里有材料的话，这个锯是切不到的。然后这里就能显出这个 Festool 的工程师们非常的细心了。当这个 Capex 被锁住这个天花板线模式的时候呢，这个锯还可以接着往下走。这样的话呢，如果这里有材料的话，也可以被切断。好，现在让我再演示一下。现在不是天花板线的时候，这个锯片最多只能压到这么深，像这样。但是当我们变成天花板线模式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压得更深。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斜切锯上看到过这种功能，这个真是太酷了。这款新版的 Capex REB 呢，还带了2个可以拉出来的这个架子。不过这种架子呢，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斜切锯都有这种功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 Capex 还带了一个这个加材料的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呢是放在这儿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这个东西可以非常快速的帮助我加注这个材料，这样就加好了。切割完了以后，把这个一抬，把这个拽上来，就可以拿走了。这个夹子真的是超级的方便。这款 Rigid 呢，虽说也带了一个夹子，但是这个夹子远不如这个 Capex 的好使。这个夹子上下调节呢，是这里有一个旋钮，我可以这样上下调节。然后加材料呢，它这里有一个按钮，可以把它按下去，然后呢，再拧，把它给拧紧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，这个东西几乎是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即便是拧紧了，它还是很松，而且呢还会慢慢的把这个材料往外这么着推。这个说实话真的没什么用。我再拧。轻轻一动，它就松了。这个设计吧，想的不错，但是呢，几乎是没有什么用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这个 Capex 后边还有这么一个小装置。这个小装置呢，可以帮我量角度。比如说，现在我要量好这个角度，好，量好角度，然后把它锁住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我需要锯2根木头。它们的2个夹角呢是这个角度的话，我需要从这里切一个角度出来，把它锁住以后呢，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 Capex 上，刚才量好的角度放在这里，打开激光，然后呢调整好这个激光的位置，刚刚好和这个线保持一致，
这个角度切出来的材料两个拼一块儿，就应该相当于刚才我量的那个角度。这个 Capex laser 是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有什么坏处呢？就是当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，这里很可能沾上一些木屑啊或者灰尘，这样的话你的 laser 打出的激光呢，可能就没有那么亮了。所以出于这个考虑，这个 Capex 的工程师也是很显然想出了一个好的方法。这个东西是非常容易的拆掉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清洗它了。相比之下呢，这款锯的激光就是在这里边的。我曾经试着把它拆下来，然后清理一下，但是说实话真的非常费劲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款锯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呢？首先就是 laser 的这个开关，它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说每次要开这个 laser 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个手摸到这个开关，才可以把这个 laser 打开，这一点不太习惯。相比之下，这款 Rigid 它的 laser 开关就在这里，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直接把手放在这儿就可以开这个 laser 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种垂直的把手，可能用起来呢不太方便，因为我这个人的个子也不是说特别的高，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，这个手需要这样的握着，还是感觉有点怎么说呢，不是说特别的舒服。然后这样切下来，相比来说这个就感觉自然得多。不过我看网上有些的解释呢是说 Festool 采取了这种设计，是因为在切一个斜角的时候，当你下锯的时候，这种把手呢可以减少这个 blade deflection。不过具体什么原因，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。这个 Festool 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个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，金属配件什么的质感也非常的棒。但是这个锯上使用的塑料的部分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粗糙。你比如说这个扶手这一块啊，感觉都没有对齐，而且还松松垮垮的。摸起来的质感呢，也是怎么说呢？感觉很 cheap。好了，这些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。我对这次的工具升级呢，还是非常的开心的。相信这款 Festool Capex 可以帮助我更精准而且更容易的加工我的材料。在未来的1到3周里呢，我会给这台锯做一个它专属的台子。然后至于这款锯呢，我也会给它找到一个好人家。毕竟这款锯呢跟了我很多年，用起来还是蛮有感情的。好了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给我留言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老罗 ，See you next time。